长孙无忌只是看了一眼李治写的字帖，竟发现这个小外甥居然有帝王之姿。这字里有帝王气。原来就在刚刚，由于李治和他爹李世民一样都酷爱王羲之的字，于是想拜托褚遂良帮他找一份王羲之的尺牍，以便自己临摹。但宫中王羲之的尺牍都由李世民亲自收藏，根本拿不出来。不过今天褚遂良刚好从民间收集了一份老王的尺牍，于是让李治先看看，待会儿就要送往太极殿。而看到真迹的李治就像是网友看到黑丝一样，眼睛都快拔不出来了。但奈何皇命不可违。他要在有限的时间里临摹一遍，等写完后，李治便将字帖递给了褚遂良，让这位大书法家点评点评。然而褚遂良接过字帖一看，顿时脸色大变。他没想到这位与世无争的晋王竟写出了拥有帝王之气的字。殿下真是天纵之才呀！这王字呢，已是绝顶了，超过他几乎不可能。写的和他一样好的，已经是不世之才。我们后人呢，只能学习他的笔法，借题发挥自己的志和气。我看殿下的字志和气是天纵啊！说着，褚遂良就想请李治再写一份，让他带回家好好观摩一番。能得到大书法家的认可，李治也是乐意之至，当即又写了一遍。而等拿到李治重新写的字后，褚遂良不做单的一个闪现就来到了国舅府，将刚刚李治所写的字拿给长孙无忌看。而刚开始长孙无忌看后还以为这是出自李世民之手，可谁知褚遂良却摇头表示否定。是谁？晋王。长孙无忌听后十分震惊，他从来没有去关注过晋王李治，没想到这小外甥平日里不显山不漏水的，竟还能写出一手帝王字来。这字有……我就是想听司徒说说，这字里有神。不应该呀。怎么讲？我刚才猜是陛下临写的，因为是陛下无论怎么写都是帝王字，帝王字是不可以平易的。司徒说到了关键处了，这字里有帝王气。褚遂良此话一出，让长孙无忌如梦初醒。现如今太子李承乾已经在被废的边缘，而魏王李泰虽然备受李世民宠爱，但生性凉薄，又对自己这个舅舅并不亲近。况且房玄龄早就在暗中支持李泰，就算自己此时转头，李泰也捞不到好处。而这突然冒出来的李治倒是给了他一个惊喜。想想这李治在朝中没有任何依靠，自己完全可以将他牢牢掌控。只是李治是否可堪大任，还需要自己亲自再见一面。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呢？得知亲舅舅前来，14岁的李治立马跑出来迎接，甚至还亲自扶着长孙无忌下车，一口一个舅舅叫着，那叫一个亲热。而这也让长孙无忌十分受用，好感度自然直线飙升。等他进屋落座之后，李治贴心的询问两个哥哥的近况。他们没有你乖。舅舅又说笑了，我是问最近他们的身体怎么样？没灾没病的，我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。不知道怎么回话的李治有些尴尬，他知道舅舅最爱吃胡桃，于是赶忙端出了一大盘胡桃要包给舅舅吃。长孙无忌听后咯咯的傻笑，怎料却一不小心被胡桃扎破了手。李治见状，二话不说上前就用嘴吸出了鲜血。不仅如此，当得知舅舅跟随父亲常年征战，腿上因此落下了风寒时，李治又是毫不犹豫的上前给舅舅捶倒，甚至还要为他去抓一些专治风寒的草药。李治这一系列操作下来，让长孙无忌对他是越看越喜欢。这小子不但长得像我，还遗传了陛下的仁德，实在是太棒了。而李治看着舅舅吃胡桃的样子，这让他不由得想起了母亲长孙皇后。母亲去世7年了，我常常想她，不能抑制。长孙无忌心里很是欣慰，连连夸奖李治长大了，是个懂得孝顺的好孩子。于是他便试探性的开始询问李治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你修身的很好，治国平天下你怎么看呢？我想啊，我只修身好了，治国平天下那是父兄的事。长孙无忌来回打量着小外甥，他不清楚李治是真不想还是假不想，而李治被看的眼神有些飘忽不定，这让长孙无忌明白小外甥心里还是对皇位有所觊觎的。但他没有继续追问，而是以自己喜欢笔法为由，再次向李治索要了他的笔法心得。这心得送给舅舅行吗？那我要好好的写才可以给舅舅。长孙无忌当即摆手拒绝，他认为无意得知的才是真正的好，太刻意的东西反而会缺少灵魂。褚遂良说你的字有帝王之气。14岁的李治看似有些憨憨，但并不幼稚。他深知这句话从舅舅嘴里说出，意义绝非一般。不会吧？我只是写的时候有些放肆。放肆有时候也未必不好，不放肆它未必就是最佳呀。接着长孙无忌暗示道，就好像鱼儿在水中要是不放肆就越不了龙门，老虎在深山里要是不放肆又怎会成为百兽之王。长孙无忌这几句话无非就是在提醒李治，该争皇位的时候就应该争取，放肆一些，头脑说不定能让你的父皇看见你的才能。
最后，长孙无忌告诉李治，以后有什么不懂的事，尽管来问舅舅。说完，长孙无忌拿着字帖就要起身离去，而李治见状，还不忘让舅舅多拿些胡桃，再次彰显了奇孝之美德。等长孙无忌走后，李治便将此事告诉了小妈武媚娘。帝王气好像是有那么一点儿，只有一点吗？你还想要多少？我只想要姐姐你有这份心就好。接着，武媚娘询问李治如何看待太子和魏王。他们太急了，简简单单几个字便道破了二人夺嫡的弊端，足以见得李治对大局观的判断高于常人。武媚娘继续询问道：“如果让你搅入局中，你会怎么做？”我不知道，他们是站在河流里的人，而我是站在岸边的人，我不知道河流里的力量究竟有多大，贸然下水，不知能不能成功到达对岸。武媚娘让李治放宽了心，以前你是孤身一人，想要有所作为难于登天，但现在有长孙无忌帮他，那就一定可以走到河对岸去。所以现在你开始要什么？很简单，要经常到你舅舅那里去。与此同时的太极殿，李承乾在经历养男宠一事后，李世民还是没有放弃废掉他的太子之位。可如今朝廷上下却都在议论李承乾是否会被废之事。为了向所有人证明自己不会废太子，李世民便让魏征来担任太子少师，从而堵住其他人的嘴。然而李承乾却对魏征的加入一脸嫌弃。我父亲得天下，魏征不但没有立功，而且他是我大伯的人。玄武门之后，他立过功吗？没有。而且魏征不屑与他人为伍，在朝中一直都是独来独往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势力可以依靠。让魏征做太子少师，在李承乾看来就没有一点用处。而且现在的魏征已经重病缠身，恐怕时日不多了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靠自己！我还是太子。为了不让自己的太子之位被李泰夺取，李承乾决定主动出击，让自己的这个四弟永远消失。于是李承乾叫来刺客和甘城基，让他去刺杀李泰。和甘城基表示自己认钱不认人，给他钱就办事。如果只是钱，那就好办。那么你要你这个弟弟是失手分家呢，还是保有权势？权势。双方一拍即合后，当天晚上，刺客和甘城基便带着敬母来到了魏王府。此时的李泰和房遗爱正在为搞死太子男宠的事而沾沾自喜。于志宁，我算他一钩，把称心杀了。我呀，只想看看程前到底现在什么德行，他有什么好和我争的。趁着李泰兴奋高兴之余，和甘城基迅速扣动扳机，可万万没想到这一箭居然射偏了。反应过来的房遗爱当即卧倒，李泰见状也赶忙趴下，正好躲过了第二支弩箭。来人啊！抓刺客！有刺客！在哪？在哪？快来人呐！好了，快点，快追！确认刺客离开后，李泰这才取下射在屏风上的弩箭。死里逃生的他心中早已猜到是谁要刺杀自己。这边回到东宫的和干成基向李承乾请罪，得知李泰没有死，李承乾虽然略感失望，但并没有生气，只是问何干成基下一次在什么时候动手。然而何干成基表示自己连射2箭都没有杀死李泰，那就表示李泰命不该绝。如今已打草惊蛇，短时间内恐怕再无机会了。李承乾见状也只好暂时作罢。而另一边的李泰已经跑到太极宫向李世民告起了状。李世民告诉儿子自己已经将此事交给了大理寺，不管是谁已经查出诛他9族，可李泰却还是不甘心。父皇，你难道就没有想过这可能会是谁吗？想过，没想出来。这不是您想不起来，您不愿意想，是你不敢想。你什么意思？太子他早就按耐不住了。够了！